有这样的两种人，后代容易出现大富大贵之人，也就是显贵的人。这句话不是迷信，而是被千年历史验证，被佛学智慧阐释的真相，背后藏着一个家族兴衰的底层逻辑。更让人震惊的是，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家族，他们的后代子孙要么身居高位，要么富甲一方，要么贤达显贵，而这一切的根源都藏在他们祖上的所作所为里。地藏经中早已点明，如是善事，但能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即三生受乐，舍一得万报。这句话看似简单，却道破了福报传递的核心。一个人的善举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就像一粒种子，你用心浇灌，不仅能滋养自己的一生，更能穿透岁月，惠及子孙后代，为他们铺就一条顺遂显贵之路。而《了凡四训》中那句流传千古的箴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保之，更是直接点出了家族福报的传递密码。在佛学的智慧体系里，业力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我们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一念一想，都会种下善业或恶业的种子，而这些种子不仅会影响我们自身的命运，更会形成共业，缠绕着整个家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子孙的福报与心性。很多人只知道业力自负，认为自己的因果自己承担，与他人无关，却忽略了一个家族的家风，祖上的阴德就像一股无形的力量，时刻滋养着每一个子孙，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他们的人生轨迹。接下来，我们要用两段真实的历史故事，带你一步步走进这个答案的核心。这两个故事听完之后，你会发现，你身边某些家族的兴衰，可能也套用着同样的规律。现在，邀请你在评论区打出一句话：福德绵长，子孙贤达。愿这份善念能为你和你的家人积累一份福报，也让我们一起在故事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修行之道。如果你对台湾的历史稍有了解，你一定听过雾峰林家这个名字，但大多数人对这4个字的印象停留在一栋古老的大宅院、几张泛黄的老照片，还有教科书上几行文字叙述。很少有人真正想过一个问题：这个家族凭什么？凭什么一个起家于台湾中部的普通农家，能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除了抵御外物的将领，守住宝岛的勇士，领导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这背后不只是什么好风水，而是一种被称为阴德的东西，在一代一代悄悄地积累。林家的起源没有什么传奇可言。1746年，福建漳州的农民林石带着妻儿渡过险恶的黑水沟，来到台湾中部落脚。那个时代，渡台是一场生死赌注，3条船出发，能平安到岸的不知道有几条。林石没有背景，没有金银，有的只是一双手和一口气。他最初在大理开荒，日子虽苦，却从未欺负过任何人。邻居有难，他愿意伸手；乡里有争执，他愿意出来说公道话。这种事情放在今天叫好人缘，但放在佛法的框架里，那叫做一粒一粒播下去的善业种子。林石的孙子林甲寅把这种忠厚家风传了下来。到了林甲寅这一代，林家开垦渐有积蓄，但比起真正的豪门，依然相差甚远。林家真正的命运转折，要从第5代林文茶这个名字开始说起。林文茶生于1828年，从小就不是读书的料，他性格刚烈，天生就有一种血性。年轻的时候，他在地方上做过乡勇，学过武艺，为人直爽，敢打敢拼。按照那个时代普通人的轨迹，他大概会就这样在雾峰一带守着几亩薄田，老死乡间。但历史没有给他这个选项。1862年，台湾爆发大规模民变，史称戴潮春事件，全台动荡，人命贱如草芥。林文茶在这场乱局里挺身而出，
组织乡勇维护地方秩序，保护无辜百姓。他没有从中捞油水，没有趁火打劫，而是尽自己所能地把破碎的秩序拼回去。这种行为用世俗的眼光看是义气，用佛法的眼光看是利他，是护众，是在最混乱的时候种下的一粒极为厚重的善业种子。清廷注意到了他。咸丰末年到同治初年，台湾局势持续动荡，清廷急需能打仗、能稳局的人。林文察逐渐受到重用，从地方乡勇头目一路升迁，成为地方军事力量的核心人物。这不是靠关系，也不是靠贿赂，而是靠他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里真刀真枪拼出来的军功。然而，林文察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是1862年后，清廷将他调往福建，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事。这个决定意味着他将离开生长的故土，带着台湾的子弟兵远赴战况惨烈的闽南战场。很多人劝他，那边太危险，你在台湾已经有了地位，没必要去趟那滩浑水。但林文察没有迟疑，他心里清楚，清廷在危难之际，他若退缩，那就是见死不救，是不义。更重要的是，那场战乱里有无数无辜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去了，他在福建战场上一仗接一仗地打，收复了漳州等多处要地，战功卓著。但战场是残酷的。1864年，林文察在漳州城外的万松关遭遇太平军的重重包围，部众伤亡惨重，援兵迟迟不到。林文察没有选择突围撤退，而是在绝境中死战不退，最终以身殉国。他死的时候只有36岁。消息传回台湾，雾峰林家哭成一片。但更令人难以平静的是后来的事情。林文察战死后，清廷的论功行赏虽有追赠，但家属抚恤在繁文思节中拖延。那些曾经高喊要重用林文察的官员，在他死后反而开始推卸责任，甚至有人拿林文察战死的经过做文章，暗示他用兵不当。一个为国捐躯的人，身后还要承受这种不公，这已经不只是个人的委屈，而是整个林家的委屈。但林家没有垮。林文察的弟弟林文明接过了家族的担子，他的处境比林文察更艰难。没有了林文察的军功撑腰，林家在各方势力的夹缝里求生。1870年，林文明被清廷专员林定国以漏任登堂，率众拒捕为由，在彰化公堂当众斩杀，是一桩至今众说纷纭的冤案。有学者认为林文明的死牵涉政治斗争，并非单纯的罪有应得。但即使如此，林家依然没有因此变得艰险报复或一蹶不振。林文察的母亲戴太夫人是林家这段历史里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关键人物。她强忍丧子丧孙之痛，带着儿孙艰难申诉，在福州、北京之间奔走10余年，4次赴京鸣冤，耗尽心力，却始终告诫子孙不可怨天尤人，不可轻言报复，守住本分，积善于庆。他用这种近乎超然的态度，在最暗的岁月里守住了林家最根本的东西。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写在族谱里，但会一代一代地渗透进血液。林文察的长子林朝栋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期间，再度展现了林家的血性。当时法军攻台，基隆告急，林朝栋奉命自组动军，奔赴基隆、淡水一带参战。他的兵打出了台湾清军里少见的硬气。在那场战争里，台湾最终守住了林朝栋的名字，也从此列入了台湾抵御外侮的史册。父子两代皆以武功报国，皆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这不是偶然，这是家风，是从林氏那一代就开始积累的那种利他护众舍己的基因，在一代一代的儿孙身上以不同的形式继续生长。然而，
最令人惊叹的还不是武功。到了林文茶的孙辈这一代，也就是林献堂登场的时候，林家的显贵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林献堂成长于台湾被日本统治的年代，他没有战场，没有军队，拿不起枪来保卫家园，但他拿起了笔，拿起了演讲台，拿起了文化运动的旗帜。他是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台湾文化协会的核心人物，是那个压抑年代里压不垮也打不倒的精神象征。他曾经问过梁启超，台湾人在日本统治下该如何自处？梁启超告诉他，波兰已亡，但波兰民族还在，因为文化没有断。这句话林献堂一生都没有忘记。一个武将世家到了第3代，出了一个以文化守护民族魂魄的领袖，这是什么？这是福报的变现，不是钱，不是官位，而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力量和影响力。林文茶以命报国种下的阴德，林家一代又一代坚守善心留下的余庆，在林献堂身上开出了一朵让整个民族都得以依靠的花。雾峰林家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那些真正能够改变家族命运的，不是金银财宝，不是官场关系，而是一个家族里有没有人曾经真正的无私的以大善业去利他，去护众，去舍命报国。那种能量不会消失，只会沉淀。他在等待一个时机，等待一个配得上承接他的子孙，然后以一种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方式喷涌而出。现在我们来谈谈这第一种人，为什么积大福报的人后代会显贵？这不是一句空话，背后有一套严密的业力逻辑。如果你真的弄清楚了，你会发现所谓的祖因从来都不是迷信，而是有其内在必然性的。我们都知道啊，佛法把人的行为分成身、口、意3业，每一个起心动念，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在这个宇宙的因果账本里留下记录。一般的善行产生一般的善业，在自己这一世或下一世兑现。但有几种善行，它的能量大到超出个人的业力容量，那个多余的能量就会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的向最亲近的人流动，那就是子孙。哪几种善行有这种量级？布施是其中之一，但不是普通的布施，而是大布施。当一个人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依然选择舍财救人，或者在情势危急的时候，以自己的安危去换取他人的安全，这种布施所产生的福业重得像一块金子，沉甸甸地压在那个人的业力账本里。他不会因为那个人死亡而消失，他会跟着血脉寻找下一个可以承接他的生命。持戒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这里说的持戒不只是出家人的戒律，而是在利益当前依然保持正直，在抱负可得依然选择不害。林文茶在战场上有太多机会可以趁乱扩大自己的权势，但他没有。林朝栋在抗法胜利后完全可以借势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但他没有。这种止恶的力量在佛法里的重量一点不比行善轻，而利他护国护民这种行为之所以在佛法里被称为大善业，是因为它的受益对象是最广大的众生。你帮助一个人种下1粒善业，你帮助1000个人种下1000粒，你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挺身而出，那个善业的量根本无法用普通的计量单位来衡量。了凡四训里有一句话道尽了这个规律的核心，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保之。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积下了足以绵延百世的德行，那他的子孙就自然会有一种来自宇宙的守护力。不是有人在上面特别关照，而是业力本身的运作，让那个家族的孩子出生时就带着更厚的福德，遇事时就有更多的贵人，
面对挫折时，就有一种普通人没有的韧性和气运。但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却常常被忽视的概念，我以往的影片也提到过，那就是阴德与显德的差别。显德是人人知道的善行，比如捐款、做公益、广受称颂的义举，显德有福，但它的显本身已经消耗了一部分的业力能量。你得到了名声，得到了赞美，那就是一种兑现。阴德则不同，阴德是在没有人看见、不求回报，甚至可能被误解的情况下做的善行。林文茶战死在异乡，没有大张旗鼓的表彰仪式，没有媒体追踪报道，那种牺牲沉入历史的深处，静静的积累，没有任何提前兑现的部分，全部留存下来，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显现。林献堂的崛起就是那个意想不到的显现。还有一个常常让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善人也会遭遇不幸？为什么林文茶战死，林文明被冤杀，林家依然出了了不起的后人？这里涉及到佛法对于业力时间性的理解，因和果之间不是直线，而是有时间差的。种下一粒种子需要合适的土壤、水分、温度才能发芽，业力的成熟也是如此。当一个人积下大善业，他这一世不一定马上看到结果，有时候甚至会先经历更大的考验。那不是善业没用，而是那个考验本身，是在燃烧他过去世的旧业，让新的善业能够不受阻碍的在子孙身上开花结果。所以你看到的是林文茶死在战场上，但佛法看到的是一个人在最重要的关头以命做了最大的布施，那个布施的能量穿越了死亡，穿越了时间，流进了他的血脉。雾峰林家就是这套规律最好的注脚。如果说雾峰林家的故事是关于主动行善、积大福报的典范，那接下来这个人的故事则来自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也是佛法中讲的第二种人。他没有华丽的家世，没有深厚的背景，有的只是一枪报国的血和一场铺天盖地的冤屈。他叫姚莹，姚莹字石甫，1785年生于安徽桐城，出自清代以文章著称的桐城派家族。从小读书，他没有什么特别传奇的少年经历，但你可以从他后来的行事作风里看到一个人年轻时候的底色，沉稳刚直，有一种不肯轻易妥协的骨气。1819年，姚莹第一次踏上台湾，那一年他34岁，此后20余年，他与台湾的命运深深地缠绕在一起。他历任多处官职，熟悉台湾的山川地理、民情风俗，深知这片土地的战略价值，也深知它的脆弱与危险。鸦片战争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的军舰带着火炮和傲慢，开始沿着中国海岸线一路横扫。广州、厦门、定海，一座城接一座城的陷落，清廷手足无措，各地守将一听到英军炮声就溃不成军。消息传到台湾，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心里清楚，台湾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必然成为英军的下一个目标。他开始做一件在当时清廷的整体氛围里显得格格不入的事情，真正的准备战争。他与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密切配合，在台湾各重要港口加强防御工事，训练水师，修整炮台，广招义勇，研究英军舰船的弱点与规律。这些准备工作在当时的清朝官场里几乎是罕见的。大多数地方官员的反应是，万一真的打来了，能跑就跑，能谈就谈。姚莹却在认真地想怎么打赢。在短短2年间，他率领台湾军民取得了震惊朝野的5战5胜。1841年9月，英舰纽布达号在驶进基隆附近时被台湾守军的炮火击伤，最终搁浅。清军随即登船，俘获英兵数十名，缴获武器无数。
这是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守军少数几次真正意义上的胜利之一。消息传回，姚莹的心里没有喜悦，只有更深的警惕。他知道这不会是最后一次，他判断的没错。1842年3月，英舰阿安号再度进犯台湾，在大安港附近遭遇守军顽强抵抗，同样被击败，又有俘虏落入清军手中。这样的战绩在当时整个战场一片溃败的背景下，简直就是奇迹。台湾成了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里极少数没有被英军踏上一步的地方。姚莹应该是英雄，历史本来应该这样写的。然而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清廷以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为代价，换来了和平。在这个和平的框架下，英国方面提出了一个蛮横的要求，释放被台湾守军俘获的英国士兵，并追究俘获英兵的清廷官员的责任。英国的逻辑是，既然都已经讲和了，那台湾守军俘获英兵这件事就属于额外的挑衅行为，需要有人为此负责。清廷为了够和，答应了道光皇帝下令彻查台湾守军滥杀英俘一事，并将姚莹与达洪阿索拿进京候审治罪。那一刻，所有了解实情的人都沉默了。一个人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以文官之身完成了武将都难以完成的保土之功。一个人打赢了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人打赢的仗，然后他被自己保卫的那个国家以叛国之名押送进京。这是历史上最黑色的幽默之一，也是最深的悲剧之一。当时有人建议姚莹，你可以辩解，可以找证人，可以把实情一条条地列举出来，证明你无罪。姚莹写了奏折，据实陈述了整件事的经过，但他没有疯狂的抗辩。他知道这件事已经超出了对不对的范畴，它是政治，是清廷对英国的妥协的一部分，不是他一个人的是非能决定的。经过漫长的审讯，1843年，姚莹被定为冒功期往，革职查办。道光帝最终追念其在台有年，尚有危劳足禄，免治其死罪，发往四川军营效力赎罪。那一年他58岁，对一个已经年近花甲、为国尽忠了一生的人来说，这种判决是耻辱。那不只是官职没了，那是一个人被整个时代当成罪人打入尘埃，是几十年的忠心被一纸文书否定成欺上罔下。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姚莹没有垮，他离京赴川的路上，许多旧日同僚友人前来送行。据记载，他在饯别宴上言谈举止如常，甚至还谈笑风生，和朋友们聊诗聊文，聊他在台湾这些年看过的山川大地，完全没有一个被冤枉的人应该有的悲愤崩溃的样子。有人问他，你难道不恨吗？姚莹沉默了片刻，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的大意是，我做过的事我自己清楚，至于别人怎么说，那是他们的事，不是我能控制的。台湾没有被英国人踏上一步，这件事无论有没有人承认，都已经发生了，已经在历史里了。这句话不是认命，不是懦弱，这是一种经过深度修炼才能抵达的心境，把自己做的和别人怎么评价彻底分开。这个分开是宵夜的刀，是积阴德的门。在四川的那段日子，姚莹没有蹉跎，反而大量读书著述，写下了大量关于边疆地理和国防策略的文章，展现出一种旁人难以理解的坦然。后来太平天国之乱爆发，清廷想起了这个被发配的老臣，重新启用了他。他晚年又历任多处官职，1853年去世，享年68岁，得以善终。历史终于给了他一定程度的平反，但真正让人动容的是他的后代。姚莹的亲生儿子姚俊昌，字孟成，自幼继承家学，为人正直耿介。他曾入曾国藩幕府，参与平定太平天国之乱，
后来官至江西安福、湖北竹山知县，在任上清廉自守，颇有正声。姚俊昌工于诗词，有武瑞堂籍传世，文风一如其父，沉郁顿挫，充满家国情怀。更难得的是，姚俊昌的2个儿子，姚莹的孙子姚永溥、姚永盖，都成为了桐城派后期的领军人物，被称为桐城二姚。他们继承了桐城派的文脉，在清末民初的文坛上影响深远，将家族的学术与风骨延续了下去。一个以茂公之名被发配的父亲，他的子孙后代却成为了延续一代文脉的大家，这不是偶然。在佛法看来，这是一种深刻的业力转化。父亲受了极度不公平的冤屈，却没有用怨恨和报复来回应，而是以一种近乎超然的清醒，把那份苦转化成了一种深沉的定力。这个定力形成了一种厚重的阴德，滋养了与他血脉相连的下一代，让这个家族生来就带着一种旁人没有的文气与风骨。聊完了姚莹，我们来把第2种人的逻辑彻底讲清楚。《了凡四训》里有一句话，是这整个话题里最关键的一把钥匙：人之无过咎而恒被恶名者，子孙往往骤发，阴阳之际危矣哉。翻成白话，意思是一个人明明没有过错，却无辜地被泼了满身脏水，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这种人的子孙往往会突然飞黄腾达。这其中阴阳因果的道理真的是微妙无比呀。注意，这句话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往往被人忽略：无过咎，没有过错的。不是所有受苦的人子孙都会骤发，而是那些本来没有错却被横加冤屈的人才符合这个规律。这背后的佛学逻辑需要我们一层一层地剥开来看。第一层是关于业力消耗的机制。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带着自己过去世积累的各种业力，其中包括未还清的业债。当一个人遭受冤屈，在佛法的视角里，那个冤屈有可能正好是在偿还过去的某种宿债，把那笔账消掉了。更重要的是，他所受的那份不公本身就是一种代价，这个代价替他燃烧掉了一部分旧业，让他的业力账本变得更干净、更轻盈。如果他在受冤屈的过程中没有因此而造作新的恶业，没有怀恨报复，没有出于愤怒而伤人，那这份清净就转化成了厚重的阴德。第2层是关于忍辱的能量。在佛法里，忍辱是6波罗蜜之一，与布施、持戒、精进、禅定、般若并列，是度越苦海的6大方式之一。它之所以被列进来，是因为在修行的道路上遭受不公时的心理反应，是一个人业力质量的最真实检验。一般人被冤枉了，第一反应是愤怒，然后是报复，或者至少是长期的怨恨。愤怒和怨恨在业力的层面上是新的恶业种子，你每怨恨一次，就种下一粒，逐渐积累，最终反过来影响你和你周围的人。但如果一个人在承受极度冤屈的情况下，依然能保持心的平静，依然能维持对人的善意，不把自己的苦转嫁给任何人，这种行为在业力的层面上是一种极罕见的净化。而这种净化产生的能量，远比主动行善产生的能量更为纯粹，更为强大，因为它是在逆境里磨出来的，不是在顺境里做出来的。姚莹正是这样的人，他在去四川的路上那种近乎超然的从容，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那是他真实的内在状态。他彻底放下了别人是否承认我的功劳这件事，把自己从那个受害者的框架里彻底解脱了出来。这种解脱在佛学里有一个名字，叫做不住相布施。做了善事，不执着于那个善事被承认、被赞扬、被记录的结果。用《金刚经》的话来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当一个人受了极大的冤屈，却没有执着于还我公道的那个念，而是选择放下，让事情就这样过去，那份放下的善意和清净，就形成了一种深不可测的阴德力量。第三层是关于天道补偿的哲学意义，这是一个很多人觉得太玄的话题，但我认为可以从一个更朴素的角度来理解。当宇宙的因果体系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不平衡，一个无辜的人被冤枉，本来属于他的功劳被无端剥夺，这个不平衡不会就这样悬在空中。业力的运作有一种自我修正的倾向，它会在某一个时间点找一个出口，把这个不平衡补偿回来。这个出口最常见的就是子孙，因为子孙是与受冤者业力联系最紧密的存在，那个未被兑现的功德，那份被压抑的正能量，会沿着业力的通道流向下一代，在下一代身上以一种旁观者都看得出来的骤发方式显现。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那些蒙受大冤而不改善心的人，往往在一两代之内就能看到后代的飞黄腾达。不是上天特别眷顾他们，而是那个欠了他们的账，终于找到了还的时机。但有一个心态上的区别，是这里最核心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东西：受冤只是因，不改善心才是缘。如果一个人受了冤屈，整天活在愤怒与怨恨里，那他虽然是受害者，但他每天的心念都在不断制造新的恶业，把那份本来可以转化成阴德的能量一点一点的污染消耗掉，他的子孙也就无法接收到那份本来属于他们的福报。这是一个非常残酷却非常公平的逻辑。天道不会只因为你受苦了就给你奖励，他在乎的是你在受苦的过程中，你的心往哪个方向走。姚莹往清明的方向走了，所以他的子孙成了文学大家。这不是故事，这是因果。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想，那我去积善布施，或者遇到冤屈时努力忍下来，我的后代是不是就一定会大富大贵？我必须告诉你，不是。了凡四训从来没有说只要你是这两种人，后代必贵。他说的是往往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但从来不是一个保证。原因在于佛法讲的是因缘果，祖上的积善是一粒种子，是因，而子孙自身的行善、守戒、修心则是土壤，水分与阳光是缘。只有因缘和合，种子才能发芽结果，这两者缺一不可。你的祖辈可能积下了深厚的福德，但如果你作恶放纵，毫无担当，这粒种子就会因为缺乏后天的灌溉而最终腐烂。了凡四训里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但他也说，其子孙必有以消之者。祖上的余庆是可以被消耗掉的，被谁消耗？被自己不消的子孙。雾峰林家之所以能持续显贵，不是因为林文茶战死一次就够了，而是因为林朝栋选择了挺身抗法，林献堂选择了坚守文化。每一代人都在接续上一代留下的善业，并在家族的业力账本里添上新的一笔。这种代代相传的抉择，最终形成了家风。家风是家庭成员日常行为积累出的共同底色，它能让孩子在面对人生关口时产生一种骨子里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在佛法里就叫善根。所以我们要明白业力自负与共业之间的平衡。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你修行，祖上的福德并不等于你可以坐享其成，它只是给了你一个更好的起跑点和更厚的底气。当我们说这两种人的后代溢出大富大贵之人时，这个溢字就是关键。它是一道顺风，让你比别人更容易看到机会，在低谷时有一股莫名的力量支撑着你。但你有没有张开帆？有没有调好方向？有没有在风来的时候好好的用上这道风？那是你自己的事。
所以，与其追问我的祖上有没有积德，不如问自己，我现在是不是那个正在为子孙积德的人？今天的内容我们谈了很多，如果你把这一切都明白了，你会发现整件事的核心指向的是同一个东西，心的状态。林文茶拼死报国，是因为他的心里有一种超越自身利益的大义；姚莹含冤不怨，是因为他的心里有一种超越是非评判的清明。他们最终影响了后代的，不是他们的功名，不是他们的财富，而是那个心的状态，以家风的形式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佛法始终在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个世界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运作的。我们以为决定命运的是出身，是资源，是机遇，但真正在背后操盘的是业力，是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一个家族的命运是无数个此刻的选择叠加起来的结果。你今天的每一个选择，正在写入你子孙命运的底稿。你不知道哪一个善念，哪一次忍住了的怨恨，哪一件没有人看见的好事，会在几十年后，在某一个你看不到的时刻，以你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在你的血脉里开出花来。这是佛法最让我着迷的地方，也是它最令人心生敬畏的地方。它不告诉你今天做好事，明天就有好报，它告诉你的是一个更深、更宏观、更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善不会白费，冤不会白受，业力从来不会开玩笑。最后，我想请你记住这样一句话，这是我把所有的故事、所有的佛法义理浓缩成的一句话。你以为在为别人做的善，其实是在为自己的血脉铺路；你以为白白受的苦，其实是在替子孙偿清旧债。天道从不亏欠，只是有时候他把账记在了比你活得更长的地方。如果这支影片让你有所触动，请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你听完这两个故事，有没有想到自己家族里某一位默默付出的长辈？那些故事值得被说出来。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价值，请帮我点一个赞，点一个热推，让更多人有机会听到这些古老的智慧。如果你愿意随喜布施，支持我们继续深入输出佛学的内容，我们在此深深感恩。愿你家门福泽绵长，愿你的善终有一天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到你的血脉之中。